Hello，各位好，我是 Revision Lab 修正所的阿烧，欢迎来到我的频道。今天我们要来聊一个稍微有些颠覆认识，甚至听起来会有点刺耳的话题。我们从小到大，社会总是不断教育我们，做慈善是一种至高无上的美德。当我们看到新闻上那些捐出几十亿美金的超级富豪，或者是成立了庞大跨国基金会的企业家，社会舆论往往会把他们视为大善人，他们的身上仿佛自带一层神圣不可侵犯的光环。但是，如果我们试着把这层道德的光环拨开，用纯粹的商业逻辑以及资本运作的冷静视角去重新检视这一切，你会发现，我们所处的是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今天我们不谈道德有多高尚，我们要做的是进行一场深度的拆解，探讨现代的精英慈善体系到底是如何被精密的计算，甚至在很多时候，它已经沦为一种纯粹为了声誉洗白而存在的结构性工具。这是一场关于财富、掠夺以及善良如何被包装的深度解析。准备好了吗？我们直接进入主题。重点来了。为了把这个庞大且复杂的议题梳理清楚，今天我们会将内容拆解成6个核心板块。第一，我们会先揭开慈善的真相；第二，深入探讨财富的3次掠夺机制；第三，回顾钢铁大王卡内基的历史洗白手法；第四，带大家直击现代基金会的内部运作；第五，检视现代企业那些错置的慈善承诺；最后第6点，带领大家看透资本的本质。第一部分揭开慈善的真相，也就是所谓善良的幻想。当我们漫步在牛津大学，赞叹那些由富豪捐赠的宏伟博物馆与图书馆时，往往很容易忽略这些财富背后其实隐藏着一段残酷的掠夺史。关于这个幻象，著名学者露丝·威尔逊·吉尔摩有一句非常精辟的总结，他说：“慈善往往是2次被偷走的财富。”这句话的逻辑真的非常犀利，他直接一针见血地打破了我们对于慈善那种传统无私的既定印象。这句话想要告诉我们的是，那些庞大慈善基金会里面的钱，绝对不是凭空掉下来的善意，而是经过了2层结构性的窃取才累积而成的。这句话为我们接下来要谈的声誉洗白概念建立了一个非常稳固的理论基础。那么你一定会好奇，这所谓的2次被偷走的财富，甚至衍生出的第3次掠夺，具体在商业上到底是怎么运作的呢？我们继续聊下去，进入第2部分，财富的3次掠夺，也就是这套机制的底层逻辑。要真正理解顶级富豪的慈善，我们必须先搞懂他们的资本是如何被极限提取，然后又是如何被完美保护起来的。我们先来深度解析第一步，提取与剥削，这也就是前面提到的第1次窃取。简单来说，这就是打着社会进步的名号，在创造巨额财富的过程中，对基层劳动力与自然环境进行极限的压榨。回顾历史，你可以想想洛克菲勒家族的石油帝国，或者是当年那些在铁路上付出血汗甚至失去生命的华人移工。如果觉得历史太遥远，我们把时间拉回现代，看看亚马逊庞大的物流仓储系统。在美国加州内陆帝国地区的农业与仓储重镇，有许多高龄的劳工，或者是身兼3、4份工作的人，他们必须在疮痨隐患的仓库里日以继夜的卖命，只为了勉强维持生存。其实底层逻辑非常简单，如果不依靠支付低于合理生活水平的薪资，或者不对自然环境进行超出负荷的破坏与开采，在现代资本架构下，很难在短时间内快速积累出那种富可敌国的超级财富的。这就是创造财富的第一步，掠夺，也是一切资金的源头。接着我们来看第2步，也就是所谓的第2次窃取，避税天堂与缺乏公众问责。当这些天文数字的巨额财富被创造出来之后，富豪们当然不想把辛苦赚来的钱白白交给政府，所以他们会把其中很大一部分的资产转移到一个名为私人基金会的避风港里面。这个操作在财务上真的非常聪明。首先，它是一个极佳的合法避税工具，让你赚进大把钞票，却不需要按比例缴纳庞大的税金。但更关键也更严重的问题在于，这笔钱原本是应该透过税收机制进入国库，用来建设公共体系，并且受到全体公民监督的巨款。现在呢，它完全不需要对大众负责了。
这笔公共资源的控制权仅仅掌握在一个由少数几位精英组成的私人董事会手里，这等于是把公共资源的分配权彻彻底底的私有化了。然后是更进阶的第三步，许多分析师称之为慈善资本主义，我们也可以把它看作是第三次掠夺。这意味着那些停留在基金会里的钱，不但能享受免税待遇，还能透过所谓的慈善项目去创造出更多的商业利润。举个最经典的具体例子，假设比尔盖茨想透过盖茨基金会去解决全球南方国家的粮食不安全问题，这听起来非常伟大，对吧？但他选择的合作对象是谁呢？是加吉和孟山都这种掌握全球命脉的跨国农业巨头。最终导致的结果是，当地的传统农民被迫购买这些跨国公司生产的基因改造种子，这些种子无法自然繁衍，导致农民每年都必须重新花钱购买，最终让整个南方的农业社群深陷在资本主义生产结构的债务陷阱里。打着解决全球饥荒的慈善大旗，实际上却是把弱势群体进一步绑定在自己的商业利益链条上，持续收割。这就是资本最高段也最不露痕迹的掠夺操作。接下来这一点超级重要，我们进入第三部分，卡内基的洗白手法。其实我们刚刚讲的这些现代资本操作，并不是什么矽谷科技巨头的新发明。如果我们翻开历史课本，你会发现这是一套流传了上百年的老剧本。历史上最好的案例绝对是美国钢铁大王安德鲁·卡内基。提到卡内基，现在大多数人脑海中浮现的大概是全美各地无数的公共图书馆，或者是各种鼓励向学的学术奖学金。他被完美的塑造成一个热心教育、无私奉献的大慈善家。但我们来冷静对比一下现实，卡内基的巨额财富到底是怎么来的？那是建立在1800年代末期，那些充满残酷剥削、恶劣工作环境，甚至最终引发了血腥暴力镇压的钢铁厂大罢工事件上的。他在工厂里期限压榨工人的血汗，然后转过身把赚来的钱拿去盖了一间又一间充满书香的图书馆。在资金转移的那一瞬间，就是一场最完美的声誉洗白。社会大众记住了图书馆的文化气息与恩惠，却彻底遗忘了当年钢铁厂里的血汗与悲鸣。卡内基绝对是个极度聪明，甚至可以说深谙人性的资本家。他不仅做慈善，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财富的福音》，来合理化这一切。如果你仔细去解读这本书的底层逻辑，你会发现他的真实动机非常现实，甚至有点冷酷。他其实认为，慈善是阻止工人阶级抗议与暴动的最佳手段。透过给予小额的、看似美好的慈善恩惠，像是盖个图书馆他其实是在向底层工人传递一个强烈的心理暗示：你们不要去搞什么集体工会抗争，不要去挑战大型钢铁厂的资本阶级结构，你们应该要安分守己，效法我。下班后去图书馆多看点书，靠着自己的努力，总有一天你们也能像我一样赚大钱。这是一种非常高明的心理控制与分化策略，用一点点微不足道的慈善资源去安抚工人的愤怒情绪，彻底瓦解了劳工阶层团结起来改变资本结构的可能性，维持了阶级的稳定。这才是卡内基做慈善的终极目的。第四部分，直击现代基金会的内部。当年的富豪可能还需要自己亲自写书来倡导理念，但在今天，慈善早就已经变成了一台高度机构化、专业化的公关机器。英国知名记者班惠特克克曾经创造了一个非常精准、带点讽刺意味的词汇，叫做慈善类人员。这指的是什么呢？指的就是那些在各大基金会里面工作的专职员工。这群人本身并没有巨额的财富，但他们在资本体系里的工作却极度重要。他们每天上下班的核心任务就是进行严密的声誉管理。他们必须不断地对外包装，输出基金会今天又做了什么好事，对社会做了哪些小贡献，借由这些绵密的新闻稿与公关操作，让社会大众彻底忘记这家基金会背后那庞大的吓人的资金，当初到底是如何透过无情的商业剥削体指出来的。
这群受过高等教育的专业经理人，说穿了就是现代资本最顶级的画中师。为了证明这绝对不是什么仇富的阴谋论，我们来看看历史上的真实发言。福特基金会在1960年代的高层主管保罗·伊尔维萨克是怎么说的呢？他在对基金会理事会的一场内部公开演讲中，非常明确地指出，基金会员工最重要的工作就是保护慈善事业的道德生命。这句话听起来很文言，翻译成白话文就是：你的首要任务是确保基金会在公众眼里看起来永远是好的，是道德无瑕的。你绝对不要去追溯那些财富最初是怎么压榨来的，也不要去深究现在这笔庞大的捐赠基金是如何透过那些可能破坏环境或剥削劳工的新商业投资继续获利的。不问资金来源，只顾维持光环，这就是现代基金会员工不可言说的最高指导原则。紧班整理一下刚刚的内容，我们从历史到现代看懂了整个慈善运作的底层方针。接下来进入第5部分，我们来实际检视现代企业那些错置的承诺。我们以2020年美国乔治·弗洛伊德事件之后引发的全国性社会动荡为例，来看看这套洗白机制在现代是如何完美展演的。当时美国社会的底层愤怒达到了顶点，大众强烈要求各大企业与基金会必须为种族正义、为残破的监狱体系改革提供实质的资金，并且要求直接把钱交到社区草根组织的手里。面对这波强大的社会压力，所有的基金会与大企业都意识到，这是一个绝佳的声誉管理危机处理机会。根据《华盛顿邮报》的统计报告显示，在那段期间，光是美国企业界的慈善捐款承诺就高达了495亿美金，宣称要用来解决系统性的种族不平等议题。各位，495亿美金，这是一个极度庞大的天文数字，甚至超过许多国家的 GDP。听起来，企业界似乎真的痛定思痛，要大刀阔斧地改变社会结构了，对吧？但身为分析师，我们看事情绝对不能只看表面宣传的数字，我们得看钱到底流向了哪里。根据后续研究机构的追踪数据显示，这笔巨款的实际分配比例真的非常惊人，甚至可以说是非常讽刺。大家仔细听好哦，在这495亿美金当中，投入到能真正解决社会痛点的刑事司法改革的比例是0。每套就是0，投入到能真正撼动既有利益分配的结构性改变的比例也是0。那么这100%的100亿巨款到底花去哪了？答案是全部流向了没有任何威胁性的展演性质项目，像是举办社区教育讲座、教导少数族裔个人如何培养领导力等计划。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惊人的巧合？这跟100多年前卡内基选择盖图书馆来安抚工人的逻辑简直是一模一样。资本家永远是用庞大的资金去资助那些安全、不改变现状的项目，成功洗白了企业声誉，博取了社会的掌声，却完全不去触碰那些真正会威胁到资本阶级结构的系统性问题。不只是盈利企业，那些自诩为推动社会进步的私人非盈利基金会表现的也没有比较好，包含了福特基金会、陈祖克堡倡议等全球知名机构，在当时也豪支了总计约100到150亿美金的捐款。但这些庞大的投资承诺，后来被各大非盈利监督机构严厉批评，认为这完全是一场作秀。研究发现，这些钱绝大部分又流向了传统的教育领域。给予教育资源当然是好事，没人会反对，但问题在于，它并不是当时社会迫切要求的刑事体制改革，它对改善基层社区免于警察暴力的实质帮助更是微乎其微。这就是一种非常典型的表演型慈善，它解决了富豪的公关危机，却没有解决社会的真实危机。而这整场事件最讽刺的结局是，当社会大众与基层组织开始清醒，并强烈质疑这些资金的真实流向与效益时，大约有6位美国顶尖的基金会领导人竟然联合发表了一封公开信。他们在信中傲慢地主张，
慈善事业具有内在的美德，因此基金会永远不应该受到外界的批评与干涉，社会大众只能也必须将他们理解为道德上的好人。这种极度傲慢的态度，以为好名声是可以直接用权力与金钱要求来的，理所当然地引发了学界与实务界更强烈的反弹。众多慈善监督组织对这种试图完全免于公共监督、自立为王的行为发起了极度严厉的抨击，这也彻底撕破了精英慈善的最后一层伪装。最后总结今天的3大重点，进入我们的第6部分，看透资本的本质。经过了前面5个阶段的深度拆解，相信大家现在的脑海中已经具备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可以重新去评估市面上所有华丽的慈善行为了。第一，请永远记住，慈善的核心功能之一就是在掩盖剥削。未来当你看到巨额的捐款新闻，你要立刻联想到这笔钱的背后往往伴随着对基层劳工或自然环境的极限提取。第二，现代基金会的本质说穿了就是一个具有完美避税功能的权力结构，它让超级富豪们不仅不用向国家缴税，还能避开民主制度下的公众监督，继续在幕后牢牢掌握着社会资源的分配大权。第三，企业那些动辄100亿的慈善承诺，真正的目的是在保护现状。他们只会投资那些不会威胁到自身资本结构的展演型项目，绝对不会去推动任何真正会动摇体制、重新分配利益的系统性改革。所以在节目的最后，我想请大家在心里思考一个问题：下次当你又在新闻版面上看到某位科技巨头或亿万富翁宣布了一笔震惊世界的巨额捐款时，你眼中看到的会是纯粹无私的慈善，还是精密算计的声誉洗白呢？总结一下今天的重点，真正的结构性改变要求我们必须看穿精英慈善的神圣光环，在每一笔巨额捐款的背后，往往隐藏着复杂的财富剥削史，以及为了避税与巩固权力而进行的精密算计。透过拆解这种善良的幻象，我们才能具备批判的眼光，去要求实质的社会问责，而不是满足于资本家精心策划的展演型慈善。不要盲目为捐款鼓掌，要学会质疑那个让慈善变得必要的系统。今天的内容就到这边，如果你觉得这集有帮助，记得马上点赞加订阅加开启小铃铛，我们正在冲订阅，需要你的支持。我是阿修，我们下次见，拜拜。